大家早安 ，Have a day！ 今天我们这是个非常特别的旅程。我现在人在关岛国际机场，今天我们要来搭乘的是联合航空重新复飞或新开航台北关岛的航线。今天是2025年的4月2号，那这一条新航线今天是首航，那我就刚好。本来这段期间就有安排一个旅行，那就把回程的班机改了一下，就来搭联合航空的首航喽。然后等一下我们来记录一下这一趟首航旅程，看有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喽。那这个关岛国际机场就是 UA 的大本营了，所以这边的话，柜台是非常的多的。在中间这一区，从19号台到44号台，全部都是 UA 的台。对，那前面是经济舱部分。那我今天搭乘的是商务舱部分，所以我们现在就来准备喽。我们这次搭乘商务舱，早上这个清晨10分，在这个柜台，商务舱的人居然只有一个柜台而已，就前面这一个柜台而已。那旁边都是经济舱的柜台，然后现在前面这一组旅客不知道出了什么问题，他们已经卡了10分钟了，然后没有任何的其他的人来支援商务舱的柜台，完全没有。所以我前面现在商务舱的客人是大排长龙，还是说这就是 UA 的服务就长这样吗？这第一关有点拉差，这个商务舱柜台只有一个人服务，然后前面有人卡住，也没有人来支援，这样确实是不太妥当，而且这也是他的主场，对。那为什么是主场？待会儿我们会慢慢解说。今天有准备几个跟 UA 的小故事要跟大家分享哦。前面的那一组人呢，真的是耗费了超过20分钟。我第一次在商务舱柜台上面要等待将近半个小时做check in，哇，这真的是非常夸张的事情。所以呢，我决定不要浪费时间，在这边站着跟大家聊天啦。那说起关岛为什么是美国 UA 的这个 hub 呢？我们就要从美国航空的整并开始说起了。美国航空业本来是有6间大型的传统航空，分别是排名第1的 AA 美国航空，然后排名第2的是 UA 联合航空，排名第3的是 Delta， 然后就是达美航空，排名第4的是西北航空 NW， 排名第5是大陆航空 CO， 排名第6是 US Airways， 就是全美航空。那从2010年到2015年，经历了3次大规模整并，每一次的整并都非常的有趣，每一次都重复历史，都是当时的第3名吃了第4名之后变成第1名，然后这个逻辑重复了3次。所以第一次是2010年由达美收购了西北航空，是达美吃西北，达美为存续公司，西北消失。那当年并购完，当然就跃升到第1名去了。所以2010年的排名就变成第1名是新达美，然后2、3、4、5就依序就是 AA 美国航空，然后3就 UA 联合航空，4是 CO 大陆航空，5是US Airways 全美航空。到2012年的时候，第3名又吃了第4名。那这一次的话是3、4的合并，但是是4吃掉3。就是说，其实是西北航空收购联合航空，只是以联合航空的品牌为存续品牌，西北航空品牌消失，但事实上是西北并购联合航空。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联合航空其实是以前的西北航空了，对，只是它以联合航空为存续。那2个合并之后又跃升为新的第1名了，就变成是第1名是新 UA， 第2名是新达美，然后3就是 AA， 4是 US。然后到2015年，第3跟第4也有合并了，对，也有合并了。不过这一次的剧本一样是第4吃第3，一样是 US Airways 吃掉了 AA 美国航空，只是因为美国航空的招牌比较响亮 ，brand 比较有价值，所以一样保留了 AA 的品牌，然后 US Airways 就消失了，对，然后合并完之后，新 AA 就变成第1名了。所以呢，就是变成是现在3分天下的局面了。那我觉得这个趋势也是非常有趣的。我们像我们的台湾，是不是也是御3家呢？对不对？那东北亚的航空公司的话，你看 K1现在合并了 OZ 之后，是不是新 K1、日航、全日空，是不是也是3足鼎立的东北亚？那欧洲就不用讲啦，欧洲的话就是英国航空 IAG 集团，对不对？跟西班牙航空他们是一国的，然后再就是 Lufthansa 跟瑞士航空啊、奥地利航空一国的，然后法航、荷航是一国的。
所以大家看到就是这个航空业似乎就会以3强鼎立为一个比较稳定的状态。事实上，全世界是3大联盟嘛，对，所以就往3的方向去做整并。这是美国航空业非常有趣的整并的过程。那了解整并的过程之后，我们就可以知道了。所以其实现在的 UA 是本来的 CO 大陆航空。那这个 CO 大陆航空的话，它本来就有一个关岛 Hub。那这个关岛 Hub 是因为合并之后是承袭了就是 CO 来的，CO 的原始 Hub 接下来的。哦，终于要换我 check in 了 ，Let's go。我们现在 check in 的柜台喽。那值机人员说：“哇，我是今天第一个台湾旅客来 check in 的耶，他也知道今天是首航，所以看这边摆了一张台湾 Arrival Card， 对，放在这边。不过柜台人员完全不知道，他还叫我填这个。我说我台湾护照，他说哦，谢谢你让我知道台湾人不用填这个卡片。我说对，台湾人不用填这个卡片，所以他们今天确实是完全还没进入状况哦。然后我是第一个台湾人搭乘这班班机的首航来 check in 的，对，好了，那我的行李托运成功，行李寄放完毕了。”对，那我们现在要去过海关，然后过完海关之后呢，他说今天贵宾室的话是在10号 gate 旁边。那我今天登机门在12，就非常的近。那我们现在准备前往贵宾室，再来继续跟大家聊天。柜台人员说的也很兴奋，他说：“哇，你要去台北啊？”我说：“对，我今天去台北，而且是首航。”所以今天我就第一个台湾旅客去个印，回台北。那关岛机场的话并不大，那而且我因为有办 Global Entry， 所以我有 TSA Pre。那这边的话过 TSA Pre 好像会有独立的通道，那非常的快速，所以我刚刚走独立通道只有我一个人而已。好了，我们来看到我们的航班了，在这边台北。所以我们现在就是这班 UA165 7点钟起飞，前段话有马尼拉，再来就是Honolulu，然后再就是大阪，然后楚克、塞班。Tokyo Narita、Rota、Tokyo Narita、Seoul T-Way， 然后再来这边就是Seoul Korea， 然后 Tokyo Narita 一样在这边。所以就是今天的航班大概就像这样。其实航班一天并没有很多，那大家看到最主要的就是去往就是日本跟韩国了，菲律宾少数，那这就是我们的台湾了。好了，那我们一进来的话就先到这个 Lotte Duty Free。不过美国的话，东西都比较贵啦，就给大家看一下机场的环境。因为今天是首航嘛，所以得把关岛机场好好的来介绍一下。除了 UA 之外，都是用这一间 Airline Lounge， 叫Sagang Desk Dansu。对，那像我这次同行的旅伴，他回程要搭大韩，就会去那一间了。对，那我的话呢，是在另外这一侧 Airlines Lounge。对，因为我要去的是 UA 的 lounge 了。好了，我们的贵宾室好像要到了，我们看一下哦。这贵宾室也太不起眼了吧？如果他没有特别说，我还找不到呢。在这边 United Airlines。Guam's hometown， 看 Guam's 在这边看，我刚刚大家介绍了 Guam's hometown airline for 55 years， 就是我刚刚讲的，因为它本来就是联合大陆航空，所以 Guam 就是它的一个重要的一个 base。那在10号登机门旁边，这边就是 United Club， 就在这边。这就是 UA 在关岛的 United Club， 一进门的样子就有个像这样子的楼梯走上来。我们先大致看一下贵宾室的环境哦。上来的话就像这样，哇，真的是我只能用很古典的风格来形容啦，就是真的很古典的一个贵宾室的样子哦。贵宾室的空间确实是不小，确实有主场航空的气势。然后这边就是一个商务的办公区，有一些电脑的插座。然后单独的隔间，这应该是给商务客，如果要这边工作一下，在这边工作。然后座位数的话还算不少，对，这边有一个沙发区，哦，空间真的是蛮不错大的。哦，然后这边是厕所，好，那我们先看一下厕所吧。好吧，很标准的美式的厕所，嘿嘿嘿，就像这样。但干净整洁度是没有太大的问题的，空间也算大，拿着行李箱进来也完全没有问题。那我们来看一下有什么餐食吧。
早上的话，这边的话，这个是有，这个是鸡肉粥，不对，鸡肉粥，没错，鸡肉粥，对，鸡肉粥，就鸡肉粥的味道，没错。然后这个就是燕麦嘛，一定会有的燕麦。然后这边就是一些 cereal 呀、坚果啊，然后水果。然后这边的话，当然就早餐嘛，美国总是会有这个炒蛋跟培根的基本的，然后再来就是白饭。然后这边的话就有一些面包，有烤面包机，对，然后有些马芬，有一些 croissant， 然后这边是三明治，然后再就是起司啦、生菜沙拉这样。我想就是很标准美式早餐。然后最后这边这一区还有一区这样子的位置。美籍航空的贵宾室果然让人都完全没有食欲，就拿了一个简单的三明治跟炒蛋、培根跟小黄瓜，就这样子了。等下再拿一杯咖啡，然后那个去脂三明治。现在的话就是东京的话一天3班，对，它是2班成田，1班羽田。大阪的话是每天飞。然后再来我就发现有趣的事情了。应该是把名古屋的航班拿掉了，因为名古屋本来是天天飞，但是名古屋现在就是36不飞。36飞哪里？36飞台北嘛，因为它关岛 base 的飞机就只有长这样这么多而已，所以它是把名古屋改成1周5班，然后有这2天的飞机有空档，就拿来飞台北喽。对，拿来飞台北，所以是1个礼拜，因为它都是一样的时间带，就是清晨这个时间，然后出发，然后回到这边是傍晚。对，我来的时候，我搭的是大阪关西到关岛的航班的 UA150，所以我来的时候搭的是从关西过来，关西是每天飞。对，那所以之后就是1个礼拜5天，从名古屋飞。2天从台北飞，台北名古屋就合起来算是1 daily 这样子，然后大阪，东京3 daily， 然后马尼拉是1 daily， 它没有飞仁川，对，仁川完全就被韩籍霸占了。其实韩籍我真的觉得，韩籍联航真的是很强，台籍联航就真的是很弱，虎航那么贵，跟传统航空一样，所以有德威、济州航空、真航空的3家联航在飞，然后大洋航空是唯一传统航空公司，所以你看。仁川到这边的话是有3间联航在飞，你就知道他们竞争有多激烈，内卷有多么的严重，对啊。所以仁川1天是4班哦，所以你看这样加起来的话，跟东京是一样，东京也1天4班，那大家都猜得出来吗 ？UA 飞3班，6班是谁？日本航空，对。那联航都载体机啦，那 UA 在这边的飞机也全部738清一色。这边的话，你要看到宽体机的话，只有2种可能，一就是日航的767。2就是大韩的777-300，对你没有听错，大韩拿777-300飞这里，对，所以如果论座位数来说的话，仁川的座位数是远大过东京的，因为3班738跟联航抵消嘛 ，UA 嘛，但是你那一班777-300，大韩那一班的座位绝对比日航的767-300要多非常的多。那当然啦，你如果加上大阪名古屋，可能日本总量可能就跟仁川差不了多少。可是单纯城市来比的话，仁川的座位数是一定比东京要多很多的。大韩真的很强而且据我朋友描述，他来的时候，他搭大韩的话，商务舱是全满的，商务舱是全满的。对，这一点我也是觉得就是韩籍跟台籍最大不一样的地方。我们台籍的御三家。商务舱就宁可卖贵，空在那边空着也空着，绝对不降价卖，就是台籍啊。那长荣还好一点 ，last minute 会放里程票给新盟伙伴或自家的。华航的话，自家会放，没有外航。新宇的话，也不会放给外航。所以，像我搭了好几次，上次我有搭过1期之后可能会上，就是我搭过新宇是全飞机商务舱只有我一个，就是包舱。那也不放里程票给外航，也不降价卖，什么都不做。那华航我也遇过好几次，连松山羽田我搭过华航都遇过商务舱非常空，就是只有3成旅客这样子。对，那我觉得这是很奇怪的，就我们台籍的就是业者就是他宁可就是卖不出去，然后就摆在那边养蚊子，他也开心，运椅子他也开心。韩籍不是，韩籍就会降价降到把票全部都卖出去。所以韩籍商务舱价格为什么这么杀，就是这样。那欧美籍的话，其实也都会做这样的促销，不会让座位空在那边。那国泰的话，会是利用转机客，比如说他香港出发是贵的，在台北出发是便宜的，拉转机客把商务舱填满，就基本上还是会拉高载客率是为首要的目标啦。
所以为什么台籍3家里面长荣最赚钱？我觉得也是因为长荣是最弹性，它的商务舱里程票真的放给新盟 last minute 的很多。那因为你到最后座位空着也是空着嘛，里程票也是一个收入啊。以上就是我自己的一些小小 murmur 啦，对啊。所以关岛的航班就这些而已，没有了。对，就是我刚刚念的这些全部了。那大家一定好奇嘛，就是为什么就飞这些地方？因为其实关岛非常的妙哦。关岛的地理位置啊，刚好就是你如果把东京、名古屋，然后到关西跟马尼拉这4点共圆画成一个圆，关岛就在圆心。也就是关岛到东京、大阪、名古屋跟马尼拉几乎是等距的，都是1500 miles 左右，几乎等距哦，几乎等距。那最近的城市的话，应该是冲绳14多多这样子。那台北是17多多，首尔的话是2000，对，首尔的话是刚好过2000，所以它就只有飞这几个城市就没有了。然后本土的夏威夷那个我们就不讨论，我现在讲的是国际线的部分。对，所以关岛位置是，所以为什么当时日本为什么这么想要攻占关岛？我觉得是因为它地理位置真的很重要，因为它刚好就在这个第2岛链的一个很重要的枢纽位置，面积也最大，就它大圆的，它是圆心的位置。那这边做战备基地的话，自然是辐射的范围的话，就可以涵盖这所有部分。那台北其实也没差太多，因为就是1500跟1700多，航程可能就多个可能半小时而已。对，你没有听错哦，台北飞关岛比东京飞关岛要远哦，要远哦。对，所以其实日本是离关岛是最近的，对，东京离关岛还比马尼拉近一点，对，所以就是很有趣的一个地理位置的现象。对，虽然看起来好像在我们的右下角，可是其实东京飞过去是更近的，因为地球大家知道嘛，就地球是横的是比较胖的，那上下飞的话是比较短的，所以看起来好像离我们比较近，其实离东京比较近。对，所以 UA 的航点涨降其实也并不意外。对，那这边也是过去历史很惨烈嘛，这次我来走访了很多景点。对，不过好像那个景点的大家好像就观看意愿好像没那么高，所以如果有想看的话，我再剪好了。对，我是有拍一些小片段啦。对，我们今天主要还是以这个首航开箱为主。好啦，那跟大家介绍完 UA 的小故事了，合并的过程，然后现在关岛 base 的一些发展的状态，这是刚刚说的沙发区，这应该是贵宾室里面最舒适的一个小包厢区域了。对，然后我点了一杯它吧台上的特调，在这里。就是一个柠檬的特调，对，这不错哦，这吧台是可以现调一些调酒的哦，就是这个月的限定款。很清爽，蛮不错的。这饮料倒是不错，对，食物就比较普通一般啦。不过，因为在这边真的还是主场不一样。刚刚我们知道贵宾室空间其实蛮大，对不对？但现在已经有做到大概70%满了，已经有70%满了，需要有一间贵宾室那是应该的。关岛还有一个地方可以跟大家说一下，关岛机场离市区非常的近哦，这是很大的优点，很大的优点。你大概从市区就杜梦湾的那些酒店，你要到机场这边来，大概搭计程车15分钟左右就到了，很快。对，它的机场离市区非常的近，15到20分钟就到了。对，所以其实今天是因为首航，所以我特别早到机场了，否则7点钟的飞机，那如果像我有 Global Entry 的话，其实我觉得5点钟饭店出发都来得及。那我其实是特别早，我今天4点钟我就出发，因为毕竟要来拍摄嘛，我不想有任何的意外这样子。那还好我也早到，因为你看刚刚在check in柜台就等了半个多小时。那不过贵宾室我觉得还行啦，就是很典雅的古典风格。对，那我们等一下看看机上了。我顺带一提，就是关岛 base 的飞机啊，UA 最近不是复飞了高雄航线嘛，成田高雄嘛，那个飞机就是关岛的，它是关岛成田到高雄这样子去 rotate 的，等于是那台飞机先是飞到成田，然后才从成田再飞到高雄的，它是这样子去轮调，因为它一天2班成田嘛，所以就是下午的那一班是这样做进行跟处理的。再来还有一个有趣的跟大家讲一下，这 UA 啊，就是机票便宜还是优势啦，大家可以查一下哦。大家都知道华航5月份要复飞那个石垣岛嘛，季节航班嘛。飞石垣岛的机票比这里还贵哦，华航的石垣岛卖15000多，关岛 UA 才卖12000多而已，一个只要飞50分钟，一个要飞将近4个小时哦。对，所以来关岛我觉得还是个不错的选择。对，12000多的话，真的是比巴厘岛也还便宜。对，那这边的环境各方面，我觉得基础设施
做的是蛮不错的。杜梦湾真的也是很漂亮，海水非常的清澈。饭店的话，我推荐 Hyatt Regency， 我这住了 Hilton 跟 Hyatt Regency， 对，那 Hyatt Regency 我觉得就是大胜，对我觉得就是大胜。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我可以再放一些就是那个饭店的开箱影片，对。不过这就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兴趣了，对。好了，那我们就再稍坐一下，等一下去看登机门，看看有没有什么首航的特殊东西。那我们现在离开贵宾室，要往登机门了。哇，首航班机人不少哦。回程的话，从台北出发好像几乎是满的。那刚刚贵宾室里面蛮多人都在聊说，哇，终于有直航航班飞到台北了。好像大家都蛮期待的，用台湾的身份证是免签进来的，所以很方便。关岛也蛮好玩的啦，对啊。希望这个航线可以成功，如果之后可以1周能够超过2班、更多班的话，那就更好喽。果然今天的首航是有仪式的耶，很棒耶！我们来看一下，这是 UA 今天的首航仪式，首航台北有个剪彩的仪式。就是要飞关岛到台北的航班喽，在这里。准备了一些甜甜圈啊，一些面包啊，还有热咖啡、冰咖啡，都是给首航的旅客喝的。对，然后刚刚那 UA 的空服非常的热情，然后就跟他们一起在那个牌子前面拍照，然后也遇到旅客一起合照。对啊，非常的开心哇！现场你看，其他登机门都冷冷清清的，唯独我们这个12号登机门这边现在真是超级热闹啊！看一下，好热闹啊！我本来以为这班关岛飞台北会没什么人，回程人比较多，看来并不是哎，关岛人他们这些人非常期待来台北旅游哎，希望他们会喜欢台湾，台湾很棒，来台湾玩。这边提一下，非常特别的是 ，UA 的话，在关岛的航班，不论是从关岛飞还是往关岛，像我在大阪登机的时候也是一样。除了 pre-boarding 就是那些需要帮助的人士，像残障或是孕妇、婴儿之外，军人是可以优先登机的，军人可以优先登机。对，所以现在是军人部分先登机了，刚刚就是 pre-boarding 上去了，现在换军人登机。现在是 UA 自家的 1K 会员跟 Global Service 会员登机。登机顺序倒是井然有序，对，所以还没有换到 Group One， 现在就是还在 Pre-boarding 的高阶特殊高阶会员当中，就是顺序是残障人士、孕妇，然后需要协助的旅客，然后再来就是军人，再来就是 1K 跟 Global Service 的会员。哇，上面写的关岛台北耶，这提袋好有纪念价值哦。Good morning， 早安，谢谢。Morning。那今天我的座位在这边，这是 1A， 这是我的座位。737-800倒没有什么好特别期待的啦，不过首航班机能做到 1A， 这样就知道我是非常早订票了吧。除了提袋之外，上飞机之后还有这一张明信片哦。哇，看来 UA 这次蛮认真的。哇，这个提袋我好喜欢哦。这航空公司啊，设计一些小东西是蛮能够拉拢人心的。荧幕的话，当然就是非常旧款啦，就是非常小的小荧幕。对，然后我们来看看它的其他的东西。对，就像这样，safety car， 然后就是有一些付费的餐食。不过我们今天搭商务舱应该就用不到这些 snack 了。脚步空间是还蛮宽敞的，大家看到我现在这样子是没问题的。我身高180，这样子坐 1A 还是算舒适的。起飞前跟大家聊一下 ，UA 会这么重视，其实我觉得也很有道理。因为美籍3间航空公司里面，现在目前最深耕台湾的就是 UA 了。现在一天有2班旧金山飞往台北的航班，然后还有1班是成田飞往高雄的航班。现在又开了关岛到台北的航班 ，UA 是真的很重视台北市场。比起另外2家美籍 Delta 的话，只有1班台北西雅图。对，那 AA 就赶快来吧 ，AA 就真的是。我都不知道要说什么了。对啊，虽然我是环瑜伽忠实粉丝，可是 AA 就不来。对啊，但是
所以 UA 真的是很重视台湾市场了。所以刚刚的东西，就是那些提袋啊，上面就写了 UA 的官方制作，给大家看一下的 mark。上面写就是 UA 的官方制作这个袋子，对，蛮不错用的，对，很可爱。然后 UA 的话也是有会说中文的空服员，哇，刚刚一进机舱门口那个打招呼就很亲切，说啊你好，就有个帅哥空少，一听到你好就心情就很好。然后刚刚在登机的时候也有看到我们同班机的，也有要转机前往香港的，对，因为香港现在还没有直飞关岛，对，所以还要转机前往香港的。开台北的话，确实对转往香港这会方便非常多的，这个生意也是可以做。反正后段长荣可以接驳嘛，对不对？星空联盟到处都是啊，对啊。现在送上商务舱的 Welcome Drink 了，可以选柳橙汁或是白开水。我选柳橙汁，柳橙汁不错。它基本上就是非常旧式的这个娱乐系统，那就是有固定的这些节目可以选择。语言的话，当然就是有英文、日语、韩语，然后也有中文，对，然后就是那种选单部分就没有什么选项。对，不过大家看到有非常多日文呢，这是很合理的，因为我们刚刚讲说 UA 最重要的市场在关岛就是日本了。欢迎搭乘首航星空联盟美国联合航空航班165前往台北、桃园国际机场。今天飞行时间是4个小时7分钟，在38000英尺的高度。欢迎登机，谢谢。热毛巾的服务还不错，有够热。UA 的话，飞机餐真的是不期不待。这商务舱给的这个 omelette， 然后一个小肠子，然后一点炒饭，然后再就是水果。然后我点了这个番茄汁，饮料的话都是给整瓶的，然后里面有加一点蜂蜜。对，这就是商务舱的餐食了。那 UA 这个时间的话，相对是非常不错的，因为台北出发是11点多，到关岛下午4点多。那回程的话，早上7点，早上7点其实不算太早了。关岛机场离市区是非常非常近，然后通关安检也是很快，因为早上航班我跟大家讲过，只有一班马尼拉，台北是第2班，所以通关其实也蛮快的，所以基本上不会让你太早起床到很痛苦的地步啦。对，所以。我觉得 UA 这个时段是对台湾人是算很好的时段了，对，希望这条航线能够成功，然后可以延续下去，可以多开几班。好，准备吃一吃东西，然后就来稍微休息一下了。大家今天非常的开心，搭乘 UA 1652025年4月2号关岛回台北的首航航班。各位乘客您好，我是副机长，现在即将下降到台北国际机场。最新的气象报告是多云，温度15度摄氏。我今天停机的登机门是D3，谢谢你搭乘美国联合航空的首航班机前往台北，希望以后可以再为你们服务。再见。就套句国泰常出现的寂寞广播吧。如果台湾是你的家，那么欢迎回家。如果台湾是你的目的地的话，祝你玩的旅途愉快。哦，有水车来了，有水车来了！哇，看到水车了！首航有水车的欢迎礼，嘿嘿。在桃园机场降落的时候，也有欢迎的礼物，是台湾准备的东西。对，然后这边也是有很盛大的欢迎的仪式，送了一个这个 Half a Day 的关岛的东西。这个台湾的熊熊在桃园出境这边也是有一个非常盛大的仪式，联合航空台北关岛首航的仪式，在桃机这边也是有的，哇，做得非常的喜庆哎，然后也是人潮满满啊，大家都非常开心的样子。所以两边的首航都有非常慎重的仪式，不过我那边是真正的首航，这边的话是回程了。这次的首航拍摄大成功，应该都是各种官员在这边准备庆祝。对，这条航线看来大家都非常的重视，非常的好，看来两边都非常的用心呢。这一些就是这趟首航之旅所有的小礼品。左边两个是台湾这边准备的，是台湾的黑熊观光局准备的，然后关岛的观光局准备的哈巴，然后这是一个里面应该是小东西这样子，我就没有打开了。然后这是一个袋子，然后这个是 UA 给的，就是 UA 关岛台北 non-stopping 特别定制的这个袋子，跟这张关岛台北的纪念首航明信片。那以上这就是首航所有拿到的礼物喽，这太开心了。
那我们现在也抵达桃园机场了，旅程就结束喽。下一趟有趣的飞行体验，我们再见喽。那大家可以搭UA去关岛玩哦，很赞。拜拜。